加密通讯软件电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24号晚在法国巴黎被捕后，26号继续被法国司法机构羁押，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对杜罗夫的逮捕不包含任何政治动机，而包括马斯克、斯诺登在内等人士公开呼吁释放杜罗夫。网络上再次掀起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法国逮捕杜罗夫的背后究竟有没有美国的因素？事件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看分析。8月24号晚，加密通讯软件电报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乘坐私人飞机从阿塞拜疆飞抵法国，在巴黎近郊的布尔歇机场被捕。当时身边有一名保镖和一名私人助理。法国司法机构称，杜罗夫因涉及网络犯罪调查被逮捕并拘留。此次调查涉及非法交易、儿童色情、欺诈以及拒绝向当局提供信息等犯罪行为。消息人士称，杜罗夫26号被继续羁押。法国法律规定，根据刑事指控的严重程度，最初24小时的拘留时间最多可延长至96小时。换言之，关押杜罗夫的时间可能会延长至当地时间2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杜罗夫被捕是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的一部分，并非政治决定。电报团队发表声明称，电报遵守包括数字服务法案在内的欧盟法律，其审核符合行业标准，并在不断完善。声明还称，希望此次事件可以尽快得到解决。公开资料显示，杜罗夫是一位多国籍持有者，目前居住在阿联酋迪拜。2006年，杜罗夫创立了后来成为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最大社交平台的 VK。杜罗夫曾因拒绝向俄执法人员提供有关 VK 组织者的信息，于2014年出售了手中的 VK 股份，并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离开了俄罗斯。杜罗夫又于2013年创办加密社交软件电报，该平台现在拥有9亿多活跃用户。目前，电报被称为俄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以其特殊的加密方式闻名，能够保证用户的聊天信息不被截获或破解。今年4月，在受访时，杜罗夫称，电报受到了来自全球各国执法机构的审查压力。It's not that we don't care, but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is platform that is neutral to all voices. 乌克兰危机以来，美西方对社交媒体内容的管控比较严格，和 X、Meta 等社交媒体相比，电报受美西方内容管制较少。杜罗夫还提到，美国情报部门曾向他了解该平台的情况，并试图秘密招募电报技术人员。在杜罗夫看来，美国政府可能想在该平台安装一个后门，访问平台系统和数据库。We get too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FBI, the security agencies, wherever we came to the US. They were curious to learn which open source libraries are integrated to the Telegram's app.on the client side. 有多方消息就指，杜罗夫被捕的幕后指使者可能是美国。杜罗夫的前新闻秘书格奥尔基·洛布什金表示，如果杜罗夫认为法国当局真的要逮捕他，他就不会不顾自己的安全降落在巴黎。洛布什金认为，拘留杜罗夫的命令可能来自华盛顿。在很多问题，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运营上面，那么一直以来也都宣称西方是相对自由的。那当然，我们说这一次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呢，也可以说让外界更多的在认识到，就西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仍然是采取一个双标的政策。西方为了加大对这样的平台的控制，为了避免这样的平台对西方的这个国内政治，或者说对于西方所不愿意看到一些声音的扩散，会采取所有的手段，哪怕这些手段是跟西方之前的一系列的表述之间可能有些矛盾啊。美国知名企业家兼社交平台 X 所有者马斯克也呼吁释放杜罗夫，并公开谴责了法国的逮捕行为。他先是连发多条动态讽刺欧洲没有言论自由，又贴上释放杜罗夫的标签。冷静门主角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25号也发文称，逮捕杜罗夫是对言论和结社等基本人权的侵犯。文件共享网站创始人金施密茨也加入到释放杜罗夫的话题讨论中，并表示自己毫不讳言杜罗夫的被捕由美国政府协调。事实上，杜罗夫被捕的消息一传出，俄罗斯驻巴黎大使馆就迅速要求法国当局解释逮捕杜罗夫的原因。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表示，莫斯科已向巴黎发出正式照会，要求对杜罗夫进行领事探视。
莫斯科市杜马议会议员安德烈·梅德韦杰夫认为，西方情报部门的任务是控制或者取缔电报。有观察就指，杜罗夫被捕后，电报会运营多久，现在难以判断，但此事将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领域产生影响。全球范围内新兴的社交媒体有很多，我想电报的创始人被捕这件事儿是对新兴社交媒体发出的要求他们遵守美西方网络内容管制的信号。西方管控数字平台，强制数字平台符合所谓的言论自由之路将越走越窄。电报平台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杜罗夫被法国逮捕，引发三方混战。俄罗斯要求立即放人。那您是如何来看待电报事件？也的三方混战说，我很赞同。我们先看杜罗夫被捕的理由。法国说呢，电报平台管理松散，对于恋童癖、网络犯罪和各类恐怖分子视而不见，因此呢，要对杜罗夫涉及欺诈、贩毒、网络骚扰、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等问题进行调查。表面上看呢，这是掩饰不住的正义感呐，这个网络欺诈、贩毒等行为是该好好治理一下。但接着看，说是呢，调查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这呢就涉及到了国家安全，涉及到了政治。杜罗夫呢是俄罗斯人，虽然呢他有很多的国籍，为投奔自由而离开了俄罗斯，但他呢仍然是俄罗斯人。他在电报平台呢是在俄罗斯创办的，在俄乌两国的影响呢尤其大，成为释放各种信息，包括战场信息的主要平台之一。这就让人怀疑法国逮捕杜罗夫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排除呢通过网络审查来发布更多有利于西方和乌克兰的消息。所以呢，俄罗斯方面呢就要提出立即放人，批评西方用双重标准对待网络平台。就因为呢他是俄罗斯人，逮捕他的政治目标呢是为了获取情报。这呢同样也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内部争执。逮捕网络平台的 CEO 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原则。X 平台的老板马斯克呢马上发出谴责，说这一做法侵犯言论自由。在西方社会呢，经常就网络平台的利弊争执不下。一方面呢，它是媒体，是发表各种言论的场所，所以呢要维护言论自由。另外一方面呢，又是社交平台，的确充斥着恋童癖、贩毒、色情、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等内容。那么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呢，就成了欲说还休的问题。法国媒体呢也说，逮捕杜罗夫是对欧盟法律和政治的一次重要考验。况且这次呢，实际上是美国网络巨头和欧盟法律的一场交锋，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欧洲数字服务法案之间的较量。所以呢 ，X 的老板马斯克呢，马上就出面帮忙反击。对于电报案的审理呢，将为美国网络巨头如何在欧洲运营立下一个先例，会迫使美国企业服从这个欧盟数字安全法。这三方混战中呢，杜罗夫呢，或许呢会占到点便宜。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与哈里斯的电视辩论突然出现变量。26号，特朗普公开拒绝了哈里斯阵营提出修改规则的要求，威胁退出辩论。与此同时，哈里斯团队依然保持强劲的吸金能力，自上个月以来，共筹集了5.4亿美元竞选资金，刷新了选举史同期筹款纪录。随着美国大选逐步临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的电视辩论备受瞩目。然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日，这一辩论计划突生变数。特朗普公开表示正考虑退出辩论，这使得此次美国大选再次出现波澜。按照两大阵营原本商议的计划，9月10号，哈里斯和特朗普将参加由美国广播公司主持的电视辩论。这场辩论此前由拜登和特朗普敲定，双方就辩论规则达成一致，即在一方讲话时关闭另一方的麦克风。就像6月特朗普和拜登辩论时那样。不过，在哈里斯替换拜登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后，他对辩论规则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哈里斯团队提出，希望在辩论时全程开放麦克风。事实上，以往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多数都是全程不闭麦，但上届2020年大选时，特朗普与拜登首次辩论期间出现多次打断对方讲话的问题，导致辩论数次无法正常推进。之后，两人第二场辩论便加入了闭麦规则，当时引起不少正面评价。对此，特朗普团队立即表示不同意。除了选举规则，特朗普显然还对选举场地不满。他此前曾提出在9月4号由福克斯新闻主持另一场辩论，但哈里斯团队不同意。福克斯新闻一直属于共和党的喉舌媒体，因此特朗普26号在弗吉尼亚州出席活动并回应记者时，对哈里斯进行抨击。
Thinking about it. We're thinking about it. They also want to change the rules. You know, the deal was we keep the same rules. Now all of a sudden they want to make a change in the rules. The truth is they're trying to get out of it because she doesn't want to debate. She's not a good debater. She's not a smart person. 有分析指出，电视辩论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巨大，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两位候选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在今年6月27号的首次大选辩论中，拜登因表现不佳，其民调支持率锐减，众多金主施压撤资，这也成为迫使拜登最终放弃竞选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因此，在当前选情异常焦灼的状况下，哈里斯与特朗普阵营才会对此次辩论格外重视。根据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哈里斯以48%对44%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哈里斯团队继续保持强劲的吸金能力。据悉，自上个月哈里斯宣布启动竞选活动以来，截至25号，他的团队已经筹集了5.4亿美元竞选资金，这一数字刷新了选举史同期筹款记录。而这些资金中，首次捐款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占到了总人数的约1/3。这也表明哈里斯有能力吸引到更广泛的选民群体。此外，哈里斯目前已获得了多位美国富豪的支持，包括硅谷著名投资人雷德霍夫曼、奈飞公司联合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等。相较之下，上个月特朗普团队筹集了近1.39亿美元资金。有分析称，美国当前的总统竞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次，候选人将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数据显示，拜登和哈里斯竞选团队截至目前，在本届选举周期内总共花费了3.295亿美元。与此同时，特朗普仍马不停蹄投入到竞选当中。他再次声称，如果自己入主白宫，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Can make this promise. I will prevent World War III. Nobody else is going to prevent it. You're going to end up in World War III.